忘机，这次你偷偷下山，如果叔父发现，恐怕会责罚，要不你先回去。蓝曦臣本来没想让蓝湛知道这件事，但是没想到忘机也看到了信号，他八成是猜到和魏婴有关。我想陪着他。蓝湛紧紧握着魏婴的手，现在他只想就这么陪着他，一刻都不要放开。你守在这里也无济于事。他心魔开始蠢蠢欲动，想必是记忆有所恢复。如果他醒来看到你，恐怕心魔顿时会吞噬他的心性。蓝曦臣知道魏婴现在暂时醒不过来，因为他们施咒让他昏睡了，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。兄长，别误他法了。蓝湛心中一沉，难道魏婴这次真的是逃不过这么一劫了？我现在暂时没有办法。蓝曦臣叹了口气，他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儿。书籍上只是说，忠心魔者，万不得已之时，服下忘川泉水，忘记前世，挥剑斩情丝，便有助于心魔去除。但魏婴这样服下忘川泉水，却还是没办法忘记的，确实没有潜力。叔父会不会有办法？族中其他前辈会不会有办法？蓝湛突然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。你忘记你身上33道界边痕是怎么来的吗？当年你伤了族中33位前辈，你后来便不与他们往来，他们都归隐了，再未出山。你觉得现在因为当年的罪魁祸首会出手相助吗？蓝曦臣不忍回忆那段时间，当时整个仙门被夷陵老族搅得天翻地覆，他变成了人人喊打的恶贼，而忘机却执意维护他。如果不是族中的长辈们，恐怕忘机也要落得和他一样的下场。叔父他一定有办法。蓝湛知道叔父在仙门中也是大名鼎鼎的，他从前一定见过。这个我也没有把握。蓝曦臣摇摇头，他确实也不知叔父究竟能不能治好魏婴。我去求，我亲自去，我去请罪，哪怕承认错误。蓝湛站起身来，用一种接近绝望的眼神看着兄长。蓝曦臣没有说话，只是摇摇头。兄长，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不行，我不能看着魏婴就这么死去，我要带他回人身不知处。忘机，不可，你想害死他吗？蓝曦臣拦在弟弟和魏婴之间。蓝湛。魏婴在昏迷中无意识地喊蓝湛的名字。兄长，你听，他叫我了，不是韩光君，是蓝湛。蓝湛顿时红了眼眶，在云深不知处的时候，他坚持要魏婴叫自己名字，但是蓝湛2个字在魏婴口中是那么的别扭，他还是觉得叫自己韩光君比较合适，但在他内心永远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你准备怎么办？蓝曦臣有些惊慌，他从来没有这么恐慌过，他不知道眼前的弟弟能做出什么事儿来。我回去向叔父请罪，请他救魏婴一命，而我任由处置。蓝启仁扶着额头坐在书房里，他没想到现在自己的2个侄子越来越大胆了，竟然敢私自下山去，还是在受罚期间。这个魏婴就这么好，他对2个侄子从小的谆谆教导都去了哪里？蓝先生，泽无君和韩光君回来了。这时候一名弟子来报，先让他们回去休息吧。蓝启仁身心俱疲，他现在也不想管太多事儿了，孩子大了就由他们吧。他们还带了1个人回来。那弟子犹豫了半天，再考虑要不要说，是魏婴吧。蓝启仁已经猜到了，他虽然不知道魏婴到底是怎么了，但是2个侄子还肯回来，他心里还是有些安慰的。是。那弟子怔了一下，我要闭关了，你告诉他们都不要来打扰我。蓝启仁站起身来，抚了抚做皱了的衣服。可是韩光君说，现在就必须要见到您。什么？我都原谅他们了，他们还来干什么？蓝启仁皱了皱眉头，本来家中事儿他已经交给曦臣了，已经不想管了。弟子不知，韩光君只是说，如果见不到先生，就要跪在外面不走了。那弟子生怕蓝先生发怒，说起话来唯唯诺诺。我倒要看看忘机到底要干嘛。忘机。蓝启仁没想到魏婴处在昏迷中就这么软趴趴的趴在蓝湛身上。叔父，忘机别无他法，只求叔父救魏婴一命。蓝湛温柔地看了一眼身后的魏婴，他今日已经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。哼，要我去救一个奸邪，忘机，你当真会觉得我回去救他？蓝启仁一挥袖子，
他平日里就看不惯这些歪门邪道。叔父，魏公子他从前是做了一些错事儿，但他去修习鬼道，并非出自自愿，他是因将自己的金丹剖给了江宗主，没办法继续修习剑道，当年无奈之下，只能自保。他现在被心魔缠绕，恐怕命不久于世，还请叔父能伸以援手。蓝曦臣在一旁为魏婴辩护。